印度不会被美国吓倒，在莫迪总理领导下，印度已成为世界强国，有能力根据自己意志对外部压力做出决策。7月27号，面对特朗普的制裁威胁，印度人民党成员萨维奥以自信的语气狠狠回击道，如同拳王泰森打出的一记重拳砸在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脸上。特朗普才不会惯着印度。据《纽约时报》7月30号报道，特朗普直接宣布要对印度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此外，因为印度持续购买俄油，为俄罗斯输血的缘故，特朗普宣布从8月1号起要向印度征收所谓惩罚性关税，试图卡住印度经济的命门。面对特朗普的上眼药，印度莫迪政府却选择直接硬刚，外交部长苏杰生直接放出狠话，美国误失双标，印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印度这次的空前强硬让人好奇，在这场能源和贸易的激烈交锋里，印度真的会强硬到底，坚决不向特朗普低头吗？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曾说过，印度以他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印度不太可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存在，原因非常简单，作为一个国土面积排名世界第7，拥有298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的大国，老天爷给印度开了个玩笑，印度本土基本不存在储量可观的石油资源。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披露，印度的可探明石油储量约为59亿桶，仅只占到全球石油探明储量的 0.3%。这一点储量相对于工业在不断发展、人口众多的印度来说，不能说是9牛1毛吧，也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因为自身石油产量不能满足需求，印度不得不选择大量进口石油，对外依赖度高达 88.2%。正因如此，自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影子船队为印度送来的廉价原油已经成为了印度经济的生命输血管，维系着印度10几亿人口的生存和稳定。7月15号，据英国路透社报道，仅在2023年，印度就从俄罗斯进口了15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从俄罗斯秘密途径进口的廉价原油已经占到印度原油进口的 35%。对印度和俄罗斯双方来说，这是一笔好买卖。印度可以得到很多的石油，来降低国内经济运行成本，压制高昂通胀。俄罗斯可以获得急缺的美元外汇，来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但对于急于结束俄乌战争的特朗普来说，印度从俄罗斯进口廉价石油的行为，就是在和美国作对。在近日，特朗普直接警告印度，要是再买俄罗斯的原油，那就准备吃美国的关税大棒。印度莫迪政府无疑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据国际能源署7月份的预测，如果特朗普的制裁真的把这条廉价原油进口线给掐断了，全球的油价就要飙升 30% 以上。一时激起千层浪，届时印度汽油价格将从现在每升的90卢比暴涨至120卢比。可能有观众不明白，油价涨了一点，那又怎么样呢？据著名经济学家曼昆的论述，油价暴涨会造成各行各业成本都剧烈上升，企业会因此减少生产，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同时，因为油价飙升的原因，商品的陆运、海运运费也会大幅飙升，多出的运费最后还是消费者来承担，物价被迫上涨，通胀加剧，此时的经济就会陷入高失业加高通胀的滞胀状态，大部分人都不好过。对印度这种自身缺油、对石油需求又极大的国家来说，石油就是生命。例如，早在2024年，印度的勒克朗加油站就因为油价剧烈波动，引发了排队狂潮。面对印度时报记者的镜头，一位名叫拉吉夫辛格的市民哀叹道，油价上涨10卢比，下一次油我一天的工钱就没有了。不难看出，油价上涨就代表印度通胀的火药桶被点燃，那意味着印度贫穷民众根本活不下去。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油价猛烈上涨，食品、运输、电力等行业引起的连锁反应将如同多米诺骨牌那样摧毁印度的社会稳定。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就在去年，这样的灾难场景已经正在小规模上演。2024年，在印度的钦奈，一家纺织厂因为能源成本上涨，被迫裁员200人来降本增效。厂长维克拉姆对经济时报坦言，没有廉价的俄罗斯石油，我们的订单成本就很高，根本没有办法跟东南亚同行竞争。显而易见，廉价俄油已经不仅是单纯的能源，对印度来说，这是保证自己社会维持基本稳定的最后底线。这种情况下，如果莫迪选择向美国屈服，停止进口廉价俄油的话，就等于亲手引爆这一颗经济炸弹。生活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将让印度10几亿人民的怒火直烧新德里，莫迪政府将死无葬身之地。然而，如果要坚持购买俄罗斯廉价原油，代价一样不菲。特朗普早就放话，如果印度继续购买俄油，印度要受到美国的关税惩罚和技术封锁。此刻，印度总理莫迪正陷入两难境地，屈服或反抗。面对特朗普的咄咄逼人，印度莫迪政府给的答案是最多只能部分妥协，也就是在农产品方面让美国产品进入，冲击印度本土市场。这种举动无疑会点燃印度农民的怒火。
要知道，早在2024年，印度哈里亚纳邦的农民抗议就已经席卷了印度全境，数千名印度农民在德里边境集结，高举莫迪滚下去，你背叛了印度农业的标牌，他们声如洪钟，气势逼人。据印度快报披露，农民领袖古尔纳姆辛格怒斥莫迪政府没底线没原则，向美国开放农业市场。在记者的镜头前，他怒斥道：我们的小麦和大米将被美国的廉价农产品淹没。上个世纪墨西哥玉米产业被美国同行倾销冲垮的历史并不遥远，这意味着如果印度莫迪政府向特朗普屈服，答应了降低农产品关税，放美国农产品进入印度的要求，这等于直接点燃农民的怒火。凭借着印度农民在政治选举里的巨大影响力，莫迪的总理宝座绝对会坐不稳，等待莫迪的唯有下台之后被清算，在牢房里度过余生。但没办法，谁让印度与俄高度绑定。除了廉价的俄油之外，印度在军事领域也高度依赖俄罗斯。前世防务周刊在今年3月指出，印度 60% 的军事装备依赖俄罗斯，印度的特90坦克、苏30战机、S400防空系统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离开了俄罗斯方面的技术维护，印度军队的武器就等于一堆废铁。面对着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军事压力，莫迪也不可能完全站到美国那一边，这等于自废武功。美国也抓住了印度武器高度依赖俄国的软肋，威胁印度必须向美国低头。华尔街日报在今年年初披露，因为印度频繁购买俄罗斯军事武器的缘故，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了对印度半导体企业的芯片设计软件出口，直接导致印度班加罗尔几家科技公司损失3000万美元的订单。听美国的话，不买俄罗斯廉价原油，放开对美国农业产品的限制，等于原地自爆。不听美国的话，印度的技术又马上被封锁，没有办法从国际市场赚到宝贵外汇，等于慢性自杀。面对特朗普的最后通牒，莫迪政府的唯一选择就是部分妥协。据印度斯坦时报7月25号报道，印度外交部表示，印度将适度调整俄油进口，预计将削减 10% 至 15% 的原油进口份额，以换取美国的暂缓制裁。这只是印度的缓兵之计而已。就在上个月，印度一反自己的高调作风，悄咪咪地和俄罗斯签署了北极油气开发协议，计划投资50亿美元，共同开发北极圈的油气田。俄罗斯生意人报直接揭露，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已经派技术团队赶赴西伯利亚，商议俄罗斯向印度出口液化天然气的长期供应合同。可以看出，印度总理莫迪还是有几分政治智慧的。这一步棋，一方面落实了印度能源多元化的战略布局，另一方面也是对美国制裁的战略反击。毕竟，莫迪不是那种逆来顺受、乖乖当外国傀儡的无能领导人。面对能源前置、技术封锁的困局，莫迪也有自己的野心。例如，在本月初召开的金砖峰会上，莫迪就隐晦地表示，全球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抵御单边霸权，赢得了巴西和南非领导人的掌声。至于这个单边霸权是谁，大家心知肚明。从一个角度看，印度此时面临的窒息时刻，不仅是莫迪政府的危机，也是全球第三世界国家的警钟。据英国路透社的报道，在本月，非洲联盟主席优素福警告道，连印度这样的新兴强国都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低头，非洲的能源安全将无从谈起。印度的苦苦挣扎正好映照出了新冷战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的困境。当美国习惯以安全关税的名义来逼迫这些国家让步，进一步勒索他们的生存资源之时，所谓的独立、友好、自主就成了一个笑话。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危险处境下，即便印度通过削减俄油进口份额来换取暂时的喘息，和美国的长期决裂也已经板上钉钉。毫无疑问，印度正在被美国推向中俄阵营。印度俄罗斯之间签署的北极油气协议只是一个开端，包括中国在内，未来的去美元化能源交易将重塑全球的能源版图。也许连印度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印度现在的抉择不仅关乎自身，更为巴西、印尼等全球第三世界国家敲响了警钟。面对特朗普，面对美国，我们不能无限让步。一直以来，在西方媒体的话语体系中，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有潜力的两颗双子星。然而，在对待这两颗明日之星上面，西方国家的态度可谓是天差地别。对于中国，他们是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对于印度，这帮人是百般宠溺，永远都不会吝啬赞美之词。西方人敌视中国，这我们可以很好理解。毕竟，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曾经说过，如果让中国人都过上西方人那样的日子，对地球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可为什么西方人就不怕印度人也过上像欧美那样的日子呢？那是因为在西方人眼里，印度的光辉未来只停留在纸面上，距离彻底落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而反观中国的威胁却是实实在在的近在眼前。
接下来我们就从各个维度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西方会如此的放心印度吧。首先，我们要能弄明白一个国家想要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需要靠什么。相信答案大多数朋友心里都清楚，当然是要靠工业化。虽然印度觉得他们可以，但在这个工业时代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能够跳过工业化直接实现大国崛起的。接下来我们就把问题再往深一层问，要实现工业化需要哪些条件呢？纵观各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抛弃那些繁琐的经济学理论，我们大概可以提炼出3个至关重要的要素，它们分别是人口、资金跟市场。任何国家想要搞工业化，你都要办工厂、搞教育、修建基础设施，而这些前期投入不但需要很长的周期才能够得到回报，而且所需要的金额也非常的庞大。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前，大多数国家都处于农业时代，而农业社会的经济积累是非常缓慢的。但凡发生一点天灾人祸，都有可能让你多年的积累化为乌有。这也就是说，农业时代是不可能持之以恒地投入工业化的前期建设。所以这笔启动资金对于处在农业时代而言的国家几乎是无法筹集的。既然如此，按照这个设定，那么人类就不应该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才对啊。那我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西方人给出的答案很简单，殖民掠夺。西方人是通过数百年持之以恒对亚洲、非洲、美洲的殖民掠夺才筹集到这笔启动资金。也就是说，他们是以全世界的资源供养一州之地，再加上各种机缘巧合，才碰巧擦出了工业的火花，这其中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反观印度呢，它的人口和土地规模都远胜于当年的西欧，这样的国家它所需要的起步资金比起当年的欧洲人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印度想要实现大国崛起，那个难度无异于携泰山而超北海。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又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另外一条筹集起步资金的办法，那就是通过严密的政党体系，把统治触角插进民间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对内盘剥，把百姓的资源全都吸取到政府的手上，将农业社会那可怜的一点点资源聚集起来搞工业化。可是我们前面说过，农业社会是非常不稳定的，经常发生自然灾害。你把所有的资源都聚集在自己的手上，那么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就会大大下降。但凡有个天灾人祸，农民都会一大片一大片的死去。所以我们不难发现，通过计划经济搞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都经历过这样的惨剧。印度在建国时期，国父尼赫鲁曾经在宪法上把自己标榜成社会主义国家，他也企图想要效仿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搞全民工业化。但是很可惜，印度这个国家脱离英联邦独立，没有经过血与火的考验，这就意味着领导人是没有足够的权威压服各方反对派的。尼赫鲁的土地改革政策刚刚颁行下去，就遭到了一大批地主豪强的抵制，寸步难行。当时印度国家工业化的启动资金全靠外交政策左右逢源，从美苏那里化缘而来，根本无法解决实际问题。随着资金缺口越来越大，最后尼赫鲁才想要铤而走险，通过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来提升政治权威，进而压服各路反对派，推进改革深入。结果这次国运豪赌最终以失败告终，侵略战争打成了国首都保卫战，一笑天下。开国强人尼赫鲁尚且如此，之后的历代领导人更是没有一个能够跨越这道鸿沟了。反观我们中国这边，当年通过计划经济和苏联的156工程援助，持之以恒勒紧裤腰带搞了30年，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才终于在改革开放前夕完成了工业化奠基。随后又赶上了世界经济的末班车，才实现了这几十年的大国崛起。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年毛主席时代的经济奠基，就算后来我们成功改革开放，但也断然不会取得今日的经济成就，顶多也就是一个大号的菲律宾而已。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工业化的第二个要素，人口。印度庞大的人口要素一直以来都被各种两把刀的经济学家津津乐道，并以此为依据推断它拥有匹敌中国的潜力。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人口红利并不等于人口。工业化的本质就是剥削，要么剥削别人，要么剥削自己人。唯其如此，工业才能积累剩余资本进行自我增值。无论是哪个国家搞什么样的制度，
都不可能避免这一点。那么剥削的主体又是什么呢？是人。没有人，你是谈不上剥削的。这就像榨油一样，花生越多，你榨出的油才能够更多。拥有庞大的人口未必能够做大做强，但是如果你没有庞大的人口，那么你的发展上限天花板绝对不会太高。既然如此，那么印度的天花板应该很高才对啊，为什么西方国家一点都不忌惮它呢？原因很简单，资本要剥削的是工业人口。在资本的视角里，只有工业人口才有价值。非洲人和印度人在资本的视角里并不具备被剥削的价值。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具备被剥削的价值呢？首先，你必须要识字，能够看得懂各种操作条文和规章制度。其次，你这个民族要服从，资本说一你不能说二，这样才能降低管理成本。其三，你要有组织性，工业化是大生产，没有组织和纪律是不行的。印度这个民族是非常服从的，但他们在组织性跟教育程度上远远达不到工业人口的标准。在印度人的思想文化里，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神。当工业与神发生冲突的时候，到底要服从谁呢？祈祷时间到了，要不要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念经呢？至于受教育程度，那就更不用说了。作为长期蝉联世界文盲率前3强的国家，印度民众的文化水平距离工业化所需要的标准还差得远呢。可我们中国就不一样了。在毛主席时代，我们就通过人民公社、农村合作社这些基层组织，把广大的老百姓组织在了一起，又通过大规模扫盲运动，把文盲率降到了个位数。一个庞大的工业化群体，就像遍地干柴摆放在那里，只等改革的火种把它点燃了。有些对我们而言理所当然的东西，在人家那里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呀。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市场这个东西。一个国家有工业，有工业人口，依旧不足以称其为工业化国家。因为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天生就有一个毛病，那就是生产过剩。国内的工人群体是不可能完全消费掉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你必须得找到外部市场才能消化。如果无法找到外部市场来消化，那么等待你的就是大萧条和生产过剩。这样的话，工业的生产循环就无法正常开展。比如说我们的老邻居朝鲜吧，它在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工业化国家，还一度和日本并称东亚双雄。可是苏联解体后，它失去了外部市场，又被美国封锁，空有工业人口和工业机器，却只能摆在那里生锈了。而中国经济同样也是如此。我们在改革开放后的那20年的时间里，虽然增长得比较快，但那是因为我们的起步基数比较小，内部还有比较大的市场可以消化。可是到了90年代的时候，内部市场饱和后，就开始各种问题频出了。如果不是后来加入世贸体系，融进了世界市场，我们的经济在90年代末期很可能就已经爆雷了。众所周知，印度这个国家最出名的就是以软件外包为代表的 IT 产业。可是这些服务业产能靠它自己国内的市场能够消化吗？那肯定不行啊，它必须得依托世界市场才能发展起来。如果不是得益于世界市场这个要素的帮助，印度现在连跟中国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那世界市场的主导者又是谁呢？西方国家呀。贸易战对中国效果寥寥，可对于印度来说却是百试百灵，离开世界市场它就真的完了。这样一个国家，西方又岂能不放心呢？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印度的地缘。地缘战略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拥有好的地缘不一定能够强大，但没有一个好的地缘一定强大不了。比如说第2次工业革命时期崛起的美国跟德国吧，他们两个当时可谓是一时瑜亮，就经济层面而言，双方半斤八两，都有角逐霸权的潜力。可最后德国坏就坏在他4战之地的糟糕地缘战略上面，四面受敌，导致他的国力无法集中，最后被各方强国围殴致死。反观美国就不一样了，南北无强邻，东西有大洋。2次世界大战，隔岸观火，发尽了战争财，最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霸主宝座收入囊中。而中国的地缘战略虽然比不上美国，但也称得上是上上之选。我们在陆地方面的边界基本上都有高山大河作为屏障，可以以很小的成本进行防御。只有东部的沿海城市时刻受到来自海洋霸主美国的威胁。可是海洋不同于陆地，那就是个零和博弈。除了美国之外，
所有国家的海员都是一样的，海洋的匀质性决定了这是个赢家通吃的游戏。世界上只允许有一个国家的海洋不受威胁，所以海洋劣势是可以靠人为的努力来弥补的。而地缘却是与生俱来的硬伤，印度次大陆也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地缘环境本来挺好的，可惜的是，自从印巴分治之后，开伯尔山口这个地缘战略命脉就掌握到了巴基斯坦的手上，印度无法屏蔽来自中亚方面的威胁。而且印度的燕云16州、青藏高原一直都被我们中国掌握，从青藏高原到印度首都新德里，那也就是一脚油门的距离，其间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中国的驻藏军队犹如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他的头上，印度每年都需要花费巨额的防御成本来抵消这种地缘劣势，不把这柄剑给拿掉，印度就永远别想发展起来。